这个大吊灯怎么样？是不是富丽堂皇，非常大气？电钻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志工小米。这个灯呢是分2路控制的，而且楼上楼下要实现双控。我手里拿的呢，这是一个3开，就是控制这个大灯的。业主买房之后呢，一直都未能实现楼上楼下互联双控。这是线盒里面所有的线，我们要找出火线，找出每一路控制线，把它给分清楚。黑色的是火线，这2根黄色的线呢，就是控制这个主灯的，分2段控制。还有一根红线呢，它是控制顶上这个灯带的。现在我们已经找出3路线了，但是线盒里面还有一路，这一路去哪儿了呢？扫了一下，楼梯上面有一个壁灯，留了2路线，估计就是这一趟了。我们可以试一下。不过客户说这个线呢是之前留的，但是他也用不上，这个可以忽略掉。控制线捋清楚之后，现在我们要捋一下这个双控线。这里边一共有6根绿色的线，1根红色的线，向下走的。走，我们下楼梯到开关位置去看一下，是不是也是这7根线。到线盒的这个位置呢，线确实是从上下来的，捋了一下线，确实6根绿色的线加1根红色的线，这个也没错。客户要求也很简单，这个大吊灯能实现双控就行。之前这个灯一直存在一个问题，就是在楼下开了的话，在楼上是关不了的，这楼上关了，到楼下又打不开，很尴尬。现在线我们已经捋清楚了，要实现双控的话，我们3根为一组，先绑3根线。一会儿我们先把这3根线从下边找出来。怎么找呢？还得借助一下万用表，到我车上取个万用表。估计大家平时都是用火线来找的吧，我也是，但是到下边用电笔一测，全都亮灯，放弃了。现在只能用万用表来找了，用万用表搭哪根线它发出分明声，说明它们就是互通的。挨个这么试，这3根线它是互通的，把它们先抓到一块来。这是之前拆下来这个开关，这个开关上是做了跳线的。为什么跳线跳在了楼下呢？这个开关看起来这么多孔，其实它分为3组，每一组呢有3个孔。为了让大家顺序不太乱，我们先从楼上开始，这是我们刚才并好的3根线。这个黄色的控制线呢，就是控制主灯其中的一路。我们把这个控制线和我们往楼下走的双控线其中的1根绑在一起，然后我们把它塞到线盒深处，塞得越深越好，这样我们拧开关的时候压力不会那么大。这样我们就可以接线了。接开关的第一组，1根是火线，2根是往楼下走的双控线。这和我们日常接的双控开关是一个道理，一模一样。接着我们到楼下，先把刚才的3根线找出来，也先接到第一路开关上。这样我们第一路的双控就实现了。接下来我们去找第2路。为了大家能看得明白，我们还是先从楼上开始。我把楼下的跳线呢刚才剪上来了，这次我们把跳线呢跳在楼上这个开关上。跳线的原理呢是给3开开关的 L1、L2、L3 触点供电。线盒里面第2根黄色的线呢就是控制主灯的另一段。我们先搭到火线上试一下，这个灯的下半部分就亮了。接下来还是把这个黄色的控制线和往楼下走的3根双控线的其中1根绑在一起。绑好之后呢，还是把它推到线盒的深处，越深越好。然后把剩下的2根双控线呢接到第2路开关上。刚才我们已经做了跳线， L 端呢已经通电。楼上的线接好之后呢，我们还得跑到楼下干这个活。今天是净爬楼梯了。到楼下呢就剩这3根绿色的线了，这就是第2路开关的双控线。把这3根双控线呢我们接到第2路。
可能有人会问了，刚才绑好的那个黄线，这是3根中的哪一根？这个要接到 L 端的，我也不知道，先接上这么4吧。不行的话，我们就导一下线，3根线其实怎么都好导。果然没有刚才的运气那么好啊，现在真的要导线了，左右先导一下试试。哎，这不就搞定了吗？灯能亮了。接下来我们再爬到楼上，我还没接好呢，是谁在楼下玩灯？现在剩最后一路了，就是这个红色的线。这是一个灯带的开关线，我们把这个灯带的开关线呢，就压到楼上这个开关的第3个开关上。旁边还有一个线，这个线是包了胶布的，可能从来都没有用过。还有一个红色的线呢，这个把胶布给它绑一下，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壁灯的控制线，这个线呢也收起来不用了。这样主灯就分成2段控制了，楼上楼下也实现了双控。第3路呢是这个灯带。到楼下呢一共是7根线，我没有用这个红色的线，把它用胶布包起来，也收到底盒里边。其实其中的一路如果用红色的线，那最好分辨了。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，这个困扰了客户很长时间。客户家的饮料也喝上了，大家猜猜这个活多少钱？